大家好，嘟嘟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肉末蒸蛋。如果您已经不知道要给家人煮什么，来，跟着舅舅这样做就对了。肉末蒸蛋，大家爱吃。是的，碗里敲入鸡蛋3个，再用汁蛋抽将蛋打散，蛋抽不离盆底，避免鸡蛋起大泡。加入半小匙盐，这3个蛋净重200克，所以必须要多加1.5倍的清水，即是300克就对了。用这比率蒸蛋，成品特别软嫩爽滑，入口即化，特别好吃。对呀，大火煮开1锅水，拌匀后的蛋液过筛，成品会更细致。去掉表面泡沫，表面裹上1层保鲜纸，用支竹签戳几个小孔，让蒸蛋排气。水热上气后，再将备好蛋液放入，盖好锅盖，中高火蒸15分钟。接下来处理肉末部分，锅内倒入食用油1大匙。20克小红葱末倒入爆香，爆至葱末微焦后，再将蒜末也加入，一起爆香。接着150克肉末也加进来拌炒，将肉末炒散，炒至肉末颜色转白。好了，肉末炒至这样，就可以开始调味了。1小匙生抽，1小匙老抽，半小匙胡椒粉，1大匙蚝油，将调味料与肉末一起炒匀。接着加入适量清水，这水量可按个人喜欢加入，喜欢肉末湿一点，水就多加点；反之，水就少一点，完全依照个人喜欢。1小匙玉米淀粉，加1大匙清水，拌匀后倒入肉末内，大火勾个芡，这肉末基本上就完成了。好了，熄火搁置待用。这时候蛋也蒸好了，将蒸熟后的鸡蛋取出，去掉保鲜纸。哇，这蛋也太滑了。很满意。将备好的肉末勺入蒸蛋表面，最后再撒入一点青葱，美味的肉末蒸蛋就完成了。大家来看看。舅舅的肉末蒸蛋是有多么软嫩呀！太好了，就像豆腐花一样，真的很棒。舅舅分享这食谱，做法简易又美味，勺一点给大家分享。这也太好笑了。来吧，嘟嘟，张开嘴巴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太好吃了啦！这个大家一定要试试。对呀。食材容易找到，可以的话，大家明天都做起来，再告诉舅舅喜不喜欢，好不好？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敬请按赞、订阅与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视频下半段给大家送上红豆排骨粽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马上就端午节了，今年想吃些口味不同的粽子吗？
舅舅给大家带来了很好吃的红豆排骨粽，试过了您会喜欢。那就开始吧。首先，300克红豆清洗干净，清水浸泡1个晚上，隔天将红豆沥干，再加入1000毫升清水，1大匙盐，稍微拌一拌，再大火煮5分钟。排骨600克，购买时尽量选择肉质较厚的，斩成16块，每块长约4公分左右，加入1大匙蚝油，2大匙生抽，1小匙五香粉，半小匙胡椒粉，半小匙麻油，半大匙老抽上色，这会感觉更美味一些。口味较重的朋友可以加一点盐。将肉块拌匀，不加点糖吗？对了，差点忘了，还要加上2小匙白糖。谢谢嘟嘟提醒。不客气了。拌匀后盖好，放入冰箱2个小时。煮了5分钟的红豆也刚好煮开，红豆颗粒依旧完整。熄火，盖上锅盖焖2个小时。泡软后的香菇5朵，剪成16小块。板栗16颗，浸泡隔夜，再将筋膜剔除。锅内倒入4大匙油，将板栗冷油下锅，炉开中火，将板栗烙香。板栗烙至金黄色后离火，静置待用。将离火焖了2个小时后的红豆沥干。1公斤糯米洗净，水分不要完全控干，在碗底保留一些水分。加入1大匙食用油拌匀，这做法完成后的粽子才不会粘液。在原来烙香板栗的锅内，倒入50克红葱末，中火爆香。在葱末微微金黄时，加入20克蒜末，一起爆香。在葱蒜末爆至溢出香味时，将备好的糯米倒入，一起炒香。在锅里水分开始收干时，就可开始调味了。1大匙盐，半小匙鸡精粉，1小匙胡椒粉，1大匙白糖，1大匙麻油，将所有调味拌炒匀。最后是1小匙老抽上色，喜欢色泽重一点的朋友，老抽可以多加一些。加入沥干水分后的红豆，一起炒香。炒匀后熄火，待凉备用。整个米饭拌炒过程约10分钟。接下来开始炒排骨内馅了。或清洗干净，倒入2大匙食用油，冷油，将另50克红葱末倒入，中火爆香。加入20克蒜末，炒至葱蒜末呈金黄色，加入香菇一起煸炒。
取出腌制了2小时的排骨，倒入货内一起炒香。哇，好香哦！对，这香味很难形容，只有自己体验后才能了解。料理盆中倒入约100毫升清水，刷一刷，再倒入热锅中，让香菇吸收一些腌制排骨的酱汁。炒至货内水分收干。盛起，待凉备用。剪出2米长麻成8条。每4条1束，分中再拴一拴，打个结。完全后共2束。将冷却后的香菇取出。200克花肉切成片条状16条，倒入与排骨一起拌一拌。再预先将花肉条与排骨像视频中一样裹上，方便后续处理。排骨裹上一层花肉，滋润了排骨。添加成品油香气，那滋味唯有自己体验过才能理解。32片粽叶热水泡软，再清洗干净。取2片粽叶，叶尖对叶尖对叠，叶背向外，在叶长2/3的部分折个斗状，像视频中做法。勺入2大匙红豆糯米，取一个板栗塞入1块排骨、1片香菇，最后再勺入2大匙红豆糯米。糯米不要放得太多，免得煮熟时米粒膨胀。将粽叶撑破，将粽叶倒折，轻轻将米粒整平，接着将整个粽子倒扣，再将2侧叶边盖上，捉紧叶耳，轻轻倒折，避免将竹叶中筋折断。用麻绳捆上2圈，不要勒太紧，再打个活结，一个粽子半成品就完成了。此食谱完成后共16个，共2串，每串8个。粽子绑好后，先静置半小时，让米粒与粽叶先起个乳化作用。半小时后，将粽子生坯放入锅中叠实，尽量将粽子搅对搅，不留缝隙叠实，这样粽子煮了不会散烂。倒入冷水，水须没过粽子，待粽子吸饱水，水面没有气泡后才开煮。这过程约1至2分钟。舅舅今天是用高压锅。大火煮至气压锅满压，发出声响后，再转小火继续煮50分钟。时间到了熄火，让锅子自行泄气，过程约10至15分钟。粽子经过这浸泡过程，内部水分更加稳定，煮熟的粽子吊起晾干，晾干降温后才有结实度。完成后的粽子颗颗饱满，因为油量控制的好，外观不会油腻腻的感觉。糯米预先拌油，所以不会有粘液的问题。糯米很软糯，红豆清香，单是这糯米就非常吸引人。冷水煮粽，米粒从里到外熟透，没有米粒加生的问题。真的好好吃的呀！你看这排骨都软到不要不要的。哇，排骨一捏都碎了，好没趣呢。是的，时间关系，可能有些部分舅舅没有说明白。如果您有任何疑问，
或面对制作上的难题，欢迎留言提问，我们一起讨论。是的，看了满意请按赞，喜欢做分享。谢谢大家，我们很快再见。